有这样一部推理神剧，一开场他就告诉我们凶手是谁，并且还让我们看到了凶手作案的全过程。但是即便这样，他仍然能吸引我们看到最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又究竟好看在哪里呢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4集推理作家杀妻事件。深夜，一栋豪华别墅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一名中年男子因家庭矛盾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随后他将尸体埋在后山之中。接着他回到电脑旁，设定了几张定时传真，他准备将妻子的死伪装成被劫匪绑架，最后惨遭撕票的假象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男人报警声称自己的妻子被人给绑架了。由于作家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警方对此非常的重视，早就在他工作的地方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。一同在现场的还有我们的主角古田任三郎。了解完基本情况后，警方拿出一张传真，声称这是昨晚收到的第一封信件。经鉴定，上面的手掌印正是作家妻子本人的，而且掌印旁边还附有留言：准备好3000万现金，随时听从我的指令。说完，作家的秘书香原把赎金拎了过来，他已经按要求备好了全部钱财。警官也安慰着作家说道：我们会保护好赎金和你妻子的安全，请不用担心。随后作家转身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好8点15分，伴随着滴的一声，第一张传真准时传来，众人赶忙围过来查看。只见上面写着：把钱分成2份装进手提袋中，并携带移动电话等待消息。传真刚传完，作家就声称要下楼吃饭，于是和秘书一起出了门。两人刚进电梯，作家就急不可耐地靠了上去，连电梯门半天没关都不知道。他探头一看，发现有人在外面，原来是古田按住了电梯的下行键。随后古田在电梯里说道：别担心，我是来协助调查的，他们负责绑架案，我只负责命案，希望此案不要有我出场的机会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作家来到了餐厅，古田也跟着过来和他挤在一桌吃饭。两人就这样边吃边聊，忽然间古田开口说道：你老婆被绑架是死是活都不清楚，这种情况正常人都会急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而你却如此悠闲，还吃得津津有味，难道你就不担心她的安危吗？说完，作家放下了筷子，古田又反口说：等会儿还要去交付赎金呢，不吃点东西没体力可不行。此时作家已经被他彻底搞蒙圈了，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呀？随后古田继续询问作家：你工作室里传真机的号码都有谁知道？作家表示身边的朋友、亲人、同事，很多人都知道。接着古田又说：你是一名推理作家，对于此案凶手利用传真机来传送勒索信这一点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作家表示凶手应该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并且这样做不会留下任何线索。说完，古田假装明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金泉突然跑了过来，声称第2封勒索信传来了。8点45分，第2张传真准时传来，上面写着：带好赎金和移动电话，9点半到我标注的那家餐厅。随后传真机传来一张地图，可还没等信件传送结束，作家就慌忙拿着赎金和地图跑了出去。古田看着这一幕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把金泉叫来，给了他2个任务：首先调查一下作家的行踪，其次查清楚他和秘书香原之间的关系。说完，古田表示刚刚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，传真机在传送结束后都会发出一个 B 的提示音，可作家还没等资料传送完，就急急忙忙地拿着地图跑了。他好像事先就知道传真机会传来多少资料。古田推测作家很有可能就是绑匪。随后画面转过，作家已经到达了交易地点，刚想进门，突然他又不明所以的转身来到电话亭打了一通电话。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情，非要在这节骨眼上去通电话呢？另一边，警方拿着通讯器怒吼道：他在干嘛？这关键时刻打什么电话？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让他赶紧进去。随后作家进入餐厅，可离约定的时间却整整晚了3分钟，而这故意迟到的时间是作家早就提前设计好的。众人正焦急等待着绑匪的出现，突然第3张传真传来，上面写着：由于你迟到了3分钟，交易地点临时改变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是不会相信的，下次再迟到的话，小心你老婆的性命难保。看完勒索信，警官打电话给作家，询问他刚才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为何要去打那通电话。作家表示明天下午有一个关于我的采访，我打电话过去的目的是想取消掉它。警官很无奈，说了一句不要擅自行动，便挂断了电话。随后9点40分，第4张传真也准时传了过来，凶手让作家5分钟后到达街对面的那家花店里面。说完，作家赶紧拎着东西出了门，这一次他可不能再迟到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此时有工人正在维修马路，本来横穿过去2分钟就可以到达目的地，可现在他要从那边的天桥绕路，10分钟都不一定够。作家拼了老命的跑呀跑，半路还想硬闯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又白白的浪费了好几十秒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来到了新的交易地点，可这一次他比约定好的时间整整晚了7分钟。众人心想，
这一次算是完蛋了，凶手肯定要撕票了。正想着，突然第5张传真传了过来，警官拿起一看，却发现凶手根本没有提及作家迟到的事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上一次迟到3分钟威胁着要撕票，而这一次迟到了7分钟，却什么都不说，只写了60分钟后到芝山公园交易。负责绑架案的警官也是个傻蛋，不仅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，反而还暗自高兴绑匪没有撕票。随后，警官把作家叫了回来，1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们必须计划好抓捕方案，不然的话，越到后面他们越没有机会。为了能成功抓捕罪犯，警方在公园里部署了30多名警察。作家看了一眼布局后，表示人还是太少了。他指着地图说道：“这边的天桥上也要安排1名警员，免得到时候凶手从这边跑掉。”说完，他指了指金泉，表示这小伙看起来就很不错。他去天桥上守着，凶手一定跑不了。金泉也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夸奖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终于，所有人员部署完毕，公园里每个角落都安排好了人手，只要绑匪一出现，那根本就是无路可走。随后，画面来到天桥下，古田和金泉正在这边蹲守。交谈中，古田声称，作家指定你去看守天桥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？得想个办法来试探一下他才行。转眼间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可公园附近根本没有发现一个可疑人员，这就让古田更加确信，此次的绑架案其实就是一个骗局。与此同时，作家低头看了一眼时间，工作室这边最后1张传真也准时传来，上面写着：天桥上穿黑衣服的那名男子是警察，别做这种事情，把人当作笨蛋。谈判决裂，人质凉凉了，你们开席吧。随后，作家返回工作室，对着警察大声怒吼道：“我老婆的死都怪你们太无能，特别是天桥上那个笨蛋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说完，作家声称自己很累要休息了，于是将2人赶了出去。随后画面一转，作家喝着小酒，站在窗前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。突然，传真机发出滴的一声，作家走近一看，发现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“老公救我。”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作家直接被吓傻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老婆明明被他杀死埋在后山了呀，这恐吓信是谁传过来的呢？正想着，古田走了进来，原来这是他设下的圈套，并且他还找到了可以指证作家是凶手的关键性证据。古田拿出今晚所有的传真，对着作家说道：“里面最让人怀疑的是第3张传真，约定的时间是9点半，你到达交易地点的时间是9点33分，而第3张传真到达工作室的时间是9点34分，中间只间隔了1分钟。就算凶手随身携带传真机，那也完成不了打字、放纸、印刷、发送这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。更何况，凶手不可能随身携带着传真机到处走动。此外，还有最后1张传真破绽最大，上面写着天桥上穿黑衣服的那名男子是警察，可是当时天桥上根本就没有穿黑色衣服的人。”说完，古田把金泉叫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作家当场惊掉了下巴。原来在此之前，古田对作家选择金泉去守天桥感到非常的疑惑不解，于是他设下了一个陷阱。在出发之前，他让金泉换了一身白色的衣服。面对古田的推理和眼前的这一幕，作家已经无话可说。最终，他承认了这一切。随后，古田在传真机中取出了最后1张传真，那是从警局那边传过来对作家的抓捕令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男明星是岛国著名漫才艺人校服亭鹤平。漫才在岛国是一种站台喜剧形式，类似于我们的对口相声。好了，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